大家好，今天用这支影片来聊一下我怎么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辅助我做数学奥林匹亚几何问题的几何作图。那我这会使用的大语言模型有 ChatGPT-4o， 这是一个属于比较大的模型，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的 Gemma 2 9B，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轻量的模型。我选择的几何题目是今年2024年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的第4题几何题，这也是这一次数学奥林匹亚唯一的几何题。当我们拿到题目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其实只有文字的叙述，不会看到下面这个像是几何作图的图形，这是你要自己去画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办法从这些文字的叙述将这个几何图形画出来。你看到这是一个可能一般大家会觉得偏复杂的图片，因为它除了三角形之外，还有内切圆，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线，然后还有外接圆。等一下我会比较详细的讲它的内容，但是我先说几个大家可能会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不是听说 AI 已经可以解出数学奥林匹亚的题目，解出很厉害，然后可以金牌啊、银牌啊这种分数的样子啊，但实际上这些 AI 并不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直接拿来用就可以解出来的它本身是一些比较客制化比较特别的演算法，针对不同题目去做的所以你直接用大语言模型，就算是最厉害的大语言模型，还是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把题目喂给他之后，他就全部解出来。你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而我觉得几何题目之后作图这个题目呢，非常适合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模型的极限和它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这是数学题目嘛，所以它本身会有一些逻辑及数字计算那目前大语言模型对于逻辑以及数字计算的能力其实各有优劣，所以用这个东西你可以稍微看得出来它在什么范围之内是适合来使用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是当然是很先进的 ChatGPT-4o 这个比较先进的模型，另外一个是比较小一点的 Google Gemma 2 9B 这个模型。那我们可以用来我自己也是没有那么熟悉 Gemma 2所以我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帮助我去认识 Gemma 2这个模型Gemma 2 9B 这个模型它的能力范围在什么地方，那将来在应用的时候会比较可以预测我可以拿来用的范围。好，那除了数字计算逻辑这一方面之外呢，几何图形它先天上有一个几何上的一些概念，才有办法去处理它的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们用来测试这个大语言模型它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ChatGPT-4o 的表现以结果论来说的话，它最后其实是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它画出来的图，你可以看到和这个图是有点类似的那的确是可以画出来，但是呢它并不是直接第一次就画出来了我们从头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对话中其实试了6次才得到相对满意的结果一开始我是先把官方的 PDF 档案直接丢进去这一部分它还蛮方便的，而且呢 ChatGPT-4o 的确也能够直接读到第4个问题，你可以看到我直接告诉他去看第4个问题。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希望他直接做图，但是如果你直接请他做的时候，他并不熟悉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他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结果最开始的话，他会得到像是这样子的图片那其实我之前在 Cloud AI 以及 Gemini 上面其实已经有试过了，所以我大概已经有一个概念要怎么弄。不过每一个大语言模型它们特性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东西能够把这种图画出来，我也蛮意外的，因为这在 Cloud AI 上面并不是像这样子的
然后后来我稍微改了，请他给 SVG 的图，希望弄出向量图。这个在 Cloud AI 上面它会画得出来一些东西但这边的话，它虽然给出 SVG， 可是并没有把它 render 出来所以我这边最后选择是使用像是 Matplotlib 以及写 Python 程式的方式，让它把图画出来。好，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请他画出三角形因为直接画是有点困难但是他在选择三角形的时候，并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成直角三角形我们可能不希望是直角三角形虽然直角三角形也没有一定的错误这也不算是真的错了这件事情，把它横过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真的有点太特别了所以后来我特别指定他说不可以是直角三角形但是如果是叫它不是直角三角形，它也会直接先变成一个还蛮奇怪的例子这个应该下一个可能会看到，会变成蛮奇怪的例子。所以最后呢，我指定它的做法呢是强迫它在这个三角形 ABC 它的 BC 这条线呢能够是横的那我并且请它画出来。那一开始这个东西看起来还 OK， 我没有仔细检查，因为它的条件有个 ABC这应该说这三条边的大小关系我没有特别详细检查，因为其实在证明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先让它画出来。不过它大致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应该是有符合这个条件。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要请它去画出内切圆以及内切圆圆形，这问题中会需要的。好，这边有稍微处理一下，但是因为我在其他的 AI 上面有处理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这边倒是一次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它要做的事情其实有点复杂。它其实是要找到一条跟这个 AC 平行的线，但是跟这个内接圆应该说内切圆相切的这条线，然后呢交点交在 BC 这个上面，交在 X 上面，它要找这个点这其实有点难以叙述。然后如果你对几何不是那么熟的话，乍看之下应该会不是很确定要怎么做。好，那因为题目中有叙述嘛，所以我直接跟他讲说就是那个点在题目中有告诉我们它叫 X， 所以我请他把 X 算出来，然后顺便我还稍微给他提示了一下，顺便告诉他说你顺便把那个平行线平行于 AC 的那条线也把它画出来不过很遗憾的是，这样子的叙述还不足以让他找到对的线，因为他没有把图应该说是问题中的 tangent 的这个性质就是以跟这个圆相切的这条性质弄出来，他直接通过圆心是完全误会了这条线的意义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就直接把这个 tangent 这件事情跟内切圆要 tangent 这件事情把它讲出来。好，那这次他就做对了你可以看到这条切线，然后画的还挺漂亮不过他还没有做的很完美，因为他找出了两条线不过题目中有说过，因为本来就是说跟这条平行，就逻辑上来说跟 AC 平行，但是跟这个内切圆相切的两条线相切的线本来就会有两条，但一条就是 AC 本身嘛，我们不是要这一条，要的是另外一条本来题目中就有说是另外一条没有错，但是呢他显然没有办法分辨。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像是对题意的厘清以及对于几何的特性并没有了解缘故不过这个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我就直接告诉他的第一个 x1 就是我们要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另外一边也要类似做另外一个 y1 应该说是 y 啦，但是他一样找出了 y1 跟 y2， 那我就告诉他y1 是我们要的。好，那这时候其实已经还蛮接近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P 那这个 P 其实又更加复杂一点点了，因为它这个 P 的定义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 A 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做一个三角形 ABC 的外接圆，然后内心就是内切圆的圆心在这个地方叫做 I， 那从 A 跟 I 连一条线延长出去交到外接圆，这个点我们叫做 P 这个点我们叫做 P。 好，所以这已经有点复杂了。然后另外两个比较简单的是 AB 的终点叫做 L， 然后 AC 的终点叫做 K。
我们要把 L 跟内心连在一起 ，K 跟内心连在一起，然后最后题目问的就是这个角度以及X、P、Y 这个角度他希望它两个相加，要证明这两个东西相加起来是180度。好，那这边倒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外接圆啊，你要把它整个外接圆的圆心啊、半径都算出来，而且还要把这个连线和这个相交，它一次其实就已经搞定了。所以这个其实我没有给它太多指示，所以 ChatGPT-4o 它还是有挺强的能力的。那唯一的缺点在这个图格上就是这边的 legend， 就是它的图例太大了，把图盖住，这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这个也是因为会犯这种明显的错误，也是因为他其实看不到这个图长相，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再告诉他说，我们就不要这个 legend， 就直接把它画出来就行了。那最后得到的就是我们要的东西了。所以其实还算顺利，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对话，然后慢慢逐步修正的过程。这还挺符合一般 ChatGPT 这一类 AI 的工作流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用一个 Google 的像是开放让你使用的 Gemma 模型。那我们用的是 Gemma 2的比较小的那个 9B 的模型。虽然它也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但是整体使用上来其实会和 ChatGPT 这类很完整、很商用、比较大的模型会不一样。其中有2个关键，第一个关键点就是 context window。Gemma 2 9B 的 context window 其实只有 8K 而已就是 8192， 所以它能够处理的范围只有8192个 token。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比较小，那它能够承载的知识量也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这在后面其实我们看得出来。所以它整体用起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期待它能够像是 ChatGPT 那种用法，我们会用一些先把问题切小一点点，丢给这些比较小的大语言模型，比较轻量的这些模型，这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是问题是你要切得多细，这会随着不同模型的特性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首先呢，它的使用，我这个 notebook 我会再放在连结里头。但它使用非常的容易，也就是用 Transformer 就可以直接拿到 Gemma 2 9B 的这是用 Instruct Turning 的一个 weight 直接读进来当然这边不用把 Tokenizer 跟 Model 分别的读进来，你可以直接的把 Model 指定为 Google 的 Gemma 2 9B IT 直接把 Gemma 读进来就行了但是呢我这边是因为我有其他的一些程式码里头会共用到这个模型，然后用不同的 pipeline， 所以我这边保留了另外的解法。好，那 Gemma 它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模型，所以本来就预期说它不见得一定会能够一次就完成，而且也不是说 ChatGPT-4o 就已经一次完成，而是 Gemma 因为更小，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切得更细分。不过因为我对它不是那么熟，我对 Gemma 2 9B 不是那么熟，所以我不太确定要把它切得多细。所以在稍后你会看到我的一些尝试，然后让它得到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层级，然后比较适合 Gemma 2的一个层级。那首先呢，我们题目进来也不能用 PDF 直接进来，所以我把题目直接从 PDF copy 出来还好这 copy 起来问题不大。大部分的像是角度啊、角啊，然后还有 Omega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很完整的用文字 Unicode 的表达出来。然后我稍微写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来辅助产生我们要丢进去的一些 message。不过呢，首先我第一个是请他分析前面的问题，然后把跟三角形有关的叙述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再去根据这个叙述去把 ABC 的坐标制造出一个例子出来。你会看到其实他做的还 OK， 他可以把题目读出来以后那一段跟三角形 ABC 的有关的叙述拉出来了。而且其实也生出了一组坐标，
然后还尝试去检验看看有没有符合 AB 小于 AC 小于 BC。不过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成功啦，因为你看到这 BC 是4，明显就比 AC 还要更小，所以没有 AC 没有小于 BC。不过这问题不大，所以我让它就过去了。好，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已经很了解，比如说这个 GMA29B， 如果我们已经非常了解它了之后，我们其实是可以试着让它直接拆解，把这个问题先拆开成一些小小的步骤，然后每个小步骤再丢回去这个 GMA 里头，JMA 里头啦，先念 JMA， 我们再把这个小步骤丢回去 JMA 里头，然后希望它依照它各自的一步一步的回答，然后凑出所有答案，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对 JMA 还没有这么了解，所以它现在即使切了，因为你在让它切的过程中，你要先调这个让它切的 prompt。那因为我不晓得，我现在还没办法直接看到它直接切出来的东西，来确认它的正确性，就是成功率。所以现在去调这个 prompt 去切它这些步骤，还有点太早啊。不过用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潜力可以帮问题慢慢的一步一步切出来，这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再来就是我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式，把里头，因为它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 Markdown， 那 Markdown 以后会有一些 code block， 可能是 JSON， 可能是 Python code。我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式，把它回传的东西呢，的 code block 弄出来，然后判断它的，比如说它到底是 JSON 档还是 Python 还是其他的。那以这边来说，它是一个 Markdown。那我首先请它先把这个东西转成 JSON 的格式。因为我也可以去 pass Markdown， 但是有点太麻烦了，干脆就请它直接去 pass 这个东西，然后变成 JSON 格式，那我再 load JSON 就行了。所以你看到这边，把前面那段文字转成 JSON 的形式，然后我再利用刚才这个小段找出它的 code block 里头 JSON。好，那这一类的东西其实语言模型其实不是很可靠啦，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的检查。那我这边至少检查了一小部分，包含因为我期待它只有一个 code block， 然后这个 code block 的 type 是 JSON， 所以我大概检查了一下，然后读进 JSON 档之后呢，我还要确定它里头 ABC， 它的 key 刚好只有 ABC，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要求它还做太多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它做太多额外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它读出来里头会变成一个 dictionary， 但是它的 key 只有 ABC。 好，那简单来看，它除了刚才说的，它除了编长的顺序关系并没完全符合之外，其实它已经正确的读进来了，这是很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希望能够再做更多的验证，因为我觉得在做语言模型，你要帮它来做你一些工作的时候，尽可能做一些验证是很重要的。所以下面这一段其实也是为了要做验证。因为以这个JMA 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语言模型。我们当然因为之后也许会想要再试 JMA 的 27B 这个模型，比较大一点的模型，它 context 那就是它知识量比较大，然后也可以试试看它有没有更复杂 context window 更大的模型。但是以这边来说的话，它 context window 还是有限啊。不管怎么样，它 context window 是有限。我比较没有那么放心的，像是 ChatGPT 那样子，我边做然后边画图。可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画图让我看，只是我希望这个画图的过程不要放在对话过程中去占它的 context window，所以会有一段额外的东西来画图。但这个画图可能也是用语言模型来做，只不过它产生的东西不要在对话过程中。那我这边不过现在反正没有对话过程所以意思都一样，我直接用语言模型请它把这3个点画成一个三角形出来。好，那可以看到除了边长大小的关系之外，剩下来的部分还符合我们的需求。好，因为它至少是一个横着放，然后像这样子的三角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画内切圆，去算内切圆以及内切圆的半径、内切圆圆心这些东西。
那我这边也是直接就让它用 Python 去算。你可以看到前面其实大语言模型像是就比较大的，像 ChatGPT 4o 啊、Cloud AI 或者是 Gemini 这些模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可以允许它在对话过程中，它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计算，问题不会很大，特别是一些符号型的计算，可以得到还不错的结果。但是这个边的话，我基本上有试了一下，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不会成功。所以我这边原则上所有的计算，我都会让它产生 Python 的程式码来计算。好，那以这边来说的话，我先喂给他内心的公式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它原本也可以算得出来，可是如果要请他算内心的坐标以及内接元的半径，他在算内心的时候还很稳定的会算错这边算错指的是它产生的 Python 的程式码其实很稳定的是错的，它错的地方会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这边本来要除以 a 加 b 加 c分别是3个边的边长总和，但是它这边会变成 a 加 b 加 c 除2，也就是它算出来的坐标会变成2倍。那这边很可能是因为在算半径的公式的时候，会有用到 a 加 b 加 c 除2这个东西这算那个面积的部分啦，主要算面积，还有人工算面积，所以可能搞混了所以我这边因为这边是比较早期，那时候还没有很了解它的一些性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做的方式不好，在未来可能可以改进的方向有2个，一个当然就是我把内心的计算以及去计算内心半径分开成2段来做，我可以先算出内心的坐标，那它假如不会被混淆的话，我再请他去算半径因为那更简单。那假如内心算对，剩下确保就不会错。好，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因为这边我毕竟还是喂给他了一个比较多的东西，包含这些坐标在后面会发现我其实不要给他坐标，先问他比较抽象的问题，就是请他设计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给定三角形 ABC 的坐标的时候去算出内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反而会做的比较好一点点不过我这边的话就是直接都全部一起塞给他了，因为还刚从刚才 ChatGPT 4o 那边过来，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所以就直接喂给他了，希望他一次算出来。以这边来说，他基本上还是算出来了，只是说我刚才因为这边多给了他一个条件条件。好，刚才那件事情其实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它的模型比较小，它本身知识就被混淆了，就已经没有那么扎实了，所以也不是说我把内心坐标跟内切元半径这两个分开它就可以办得到，所以这个还要实验但是从这边大概可以知道，在某一些比较精确的计算上面，我们并不是很相信它那会需要做更多的一些验证。好，所以我们这边他把它算出来它的确也有一个函数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套到这个函数只不过你分开，像我刚才说，你分开先让它去设计函数的时候，它的正确率会比较高一点点那以这边来说，它传回 IR， 那实际上以这边来说传回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为了验证，后面有验证，就请他一样再画图他的确画出了一个内切元出来那这边也是我们不断去就我觉得以大语言模型去做让你帮他写程式或者是做哪些工作来说的话，不断的验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反而我们的工作是去验证它这是还蛮重要的。你以目前来说比较不适合把逻辑正确性的设计的责任交在他身上你的责任一定要负责去检查它的正确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做一个比较复杂的那个部分了还记得那个部分就是我要做一条跟这条叫 AC 嘛，平行的线，但是跟这个圆相切，然后呢这个交点要交在这个BC 上面的点，我们叫 X。那这个事情我有试过请他做几次，并不是很容易做，所以我把它分段做了就我告诉他步骤怎么做。首先呢，我先做一条找到它对面这个切点那这个切点其实就我首先是先找到跟这条线垂直的方向，
然后这边是圆心嘛，我从圆心那边加一个垂直的方向过来，那我就找到这个点了。不难啦，但是今天就是把所谓的思考的这个任务还是由人类来负责，那我们只是请他去做写程式，把这个已经指令做成写程式的工作而已。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跟前面的 ChatGPT 4比起来，我们自己要做的东西多得多。所以 Gemma 还没有那么的聪明，不过这个就是你对工具的期望，要有比较正确的期望。然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之中，比较重要，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了解它的特性。那在未来要用到这个模型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预测到，或者已经可以去衡量这个模型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所以越后面你会发现我做的越快，然后以及越了解它哪些东西可以办到，哪些不能办到。所以这边还要说是做一个尝试，就是给它一个比较细节的步骤，看它会不会搞乱。然后后面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些东西，即使你给它比较详细的步骤，还是要避开一些事情，让它才会比较不会搞乱掉。好，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先找到这个点，我把这个点叫做 x0， 然后往这边移动的时候呢，我还因为这条刚好是0也比较简单一点点，我希望它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方向刚好就是 AC 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刚好碰到 X 轴，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的 X。然后呢，我还比较有野心一点点，就是再往上面走，去跟这个 AB 做交点。然后这个点呢，我们把它叫做 X1。然后最后我是希望可能 X1 画线，然后连到 X 上面。那 X 的连其实就是过渡的，这边题目中是暂时不需要了。好，那这就是我描述的过程。好，那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它都算出来了，可是呢 ，X1 是算错的。好，你想说两个，其实刚才 X1，你如果已经那个 X0 算对了 ，X 算对了，你的 A 也知道 ，B 也知道，你只是算两个线，这两条直线的相交点，这个真的有那么困难吗？为什么它这边会办不到？那我这边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它东西一长，你把一堆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搞错。你一次给它单独的一个小东西，它比较不会出错误。好，所以我这边就，请他看一下我这边给的是什么东西。先请他画图了这边还是先请他画图刚才黑石忘掉，跳得太快先请他画图。你可以发现这个还是在这边，然后圆心我们也画了，然后 X1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大概是这个位置了。但重点对不是 X1 是 X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 X1 它在算错了，它其实只有算错一点点而已。你可以看到，你等一下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是什么正负号搞反那些东西而已。所以其实它已经算差不多了，但是它很容易在一些地方出现一些什么正负号顺序搞错两个东西搞反方向这种东西很容易发生。所以这也导致说，为什么越复杂的任务它越容易出错，因为它越容易把一堆对的东西，但是把它搞混。就好像你请他去做2道料理，一道可能是要用牛肉的，一道可能要猪肉的，他很可能每一道的那个牛肉也处理好了，调味料都通通处理好了，但是把牛肉丢到应该要煮猪肉的地方，然后把猪肉丢到应该要煮牛肉的地方，它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只差一点点。或者是说向左向右，你要把火调大调小，你告诉他往右，那这个决策他可能说我先要把火调大，所以我往左边，但是那个方向是反的，他很容易做到这种事情。所以越复杂的东西它越容易出错。好，那所以我们这边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做了一个处理，就是说我们单独把这个概念把它挑出来，就是算2条线段交点的，也就是 AB 跟 CD 线段的交点。我这边就只有描述问题，请他写出一个 Python 程式，然后这边告诉他这个函数要叫什么名字，我把我的叙述告诉他了，他这就做得很好，他就直接，我这试很多次类似的问题，他都基本上都可以把那个函数写出来 ，Python 的函数写出来。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呼叫他写出来的函数 ，A、B 跟
x 的 x0的焦点，然后就要到 x1，这个就是正确的，跟刚才其实只差一个正负号而已。好，然后我们就把那图画出来，一样再画一次。那这次这里画图其实也出错了一部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没什么问题了，这看起来相切。那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只是画图嘛，这东西平行和相切其实看起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所以也许它系不上数字不无可能啦，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差，因为我在中间也做了一些计算，但是至少以这个 notebook 来说，我们这边没有做更详尽的检查，所以不无可能它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以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目的其实只是做图嘛所以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就我的就是超过这个 notebook 的经验来说，其实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对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边 y 的部分 ，y 的部分也是一样。好，那不过你可以看到这次它又有一些，就是到 y1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了。好，那这次不是算错而已，而是它这边它直接把计算 y1 的部分把它跳过了。就是请你自己实做一个 intersection 的 formula， 然后就直接就好像你考试考到写考卷剩下几分钟这种感觉。他似乎是蛮珍惜他的 context 的所以这件事情会发生。那刚才那边是可能是剩下时间太短了，就写错了。那这边是完全这一段很简单所以请就直接把它跳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一样跑的时候就会出现程式码的错误不过还好前面 y0、y 跟 y 都算出来，而且是对的。好，那接下来我就直接用 intersection 那个部分把它 y1 算出来。好，两个一起合在一起检查一下，把图画出来看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包含像是内切圆那另外两条平行的切线也都跑出来这几个点看起来都很漂亮。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要算外接圆了。那外接圆跟内切圆的公式比起来，外接圆稍微复杂一点点所以它这个如果我叫它直接去做，它其实也是做不出来的，而且它是差蛮远的之前的内心它其实只差一点点那甚至有时候半径是对的，有时候错的，只是不稳定而已。但是如果要请它去算外心的话以及外接圆半径，会完全错误。所以我这边直接放弃，我直接告诉他一步步要怎么做所以我这边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 intersection 了嘛，那所以我请他先去找出三角形的中垂线，两边的中垂线，然后取交点。那我这找，原则上我希望是 AC 跟 AB 的中垂线的交点而且我还告诉他的中垂线，先找出它的中心点。好，那我之前有请他直接用中垂线，他没有办法直接算焦点所以因为我要特别要用我们刚才已经没有问题的算焦点的公式所以我这边呢，先让他找出终点 AB 的终点，然后呢找出一个跟 AB 垂直的向量叫做 V1， 然后另外一点叫做 M1 加 V1 等于 P1。 那 M1 跟 P1 其实就是它连起来那条线就是它的中垂线。那同样道理做到另外一边就是 AC 的中垂线，那这两条线再利用刚才的这个函数，它不用真的去算，它只要呼叫我这个函数去算，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外心了。那找出外心之后，只要把外心跟 A 的距离算出来，好，那就可以了。好，那这边会出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不给这些程式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他会不放心他常常会有一些情况很不放心，不敢去呼叫如果我只告诉他这个 assume 这个东西存在，他有时候会不敢去用它，所以他会写在他的注解里头说你这边可以呼叫某一个叫做 intersection 的东西，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有点，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小模型的问题，而是追码的特性追码 2 9B 的一个特性，因为其他的小模型其实不见得一模一样的问题有些其实是更差了，有些是好一点点，但是这个我是在这边有观察到的现象，他其实很不放心，他会
很常写在注解里头。那这边来说的话呢，我做2件事情来给他信心，一个是给他这个程式码，完整的程式码。另外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只告诉他有，他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就自己再写一次这个 intersection ABCD，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了，他这边会写错哦。之前叫他只写这个函数的时候，他一定会写对哦。我试了很多次，他都写对。但是如果让他2个一起写，他有时候会写错，然后就会把他前面盖掉，就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他有时候甚至没有写，他只是写这个，然后里头写了几个注解，说这个东西是算 intersection 的，所以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另外就是我这边加了一段，就是请你很放心的可以去使用 intersection。好，那这边也可以放心的，请他放心的使用 NumPy， 也是给他提示可以用 NumPy 的一些东西去算啊，不然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担心就是他没有 import NumPy 什么的，或者我们系统没有装 NumPy， 他就只是给注解，你可以用 NumPy 啊什么什么的。而这个可能当做一个教学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当做一个拿来用的东西就不太好了，所以我这边也强迫他用这一句话来强迫他。那我试了几次是大概都会成功了，所以也不是很确定啊，不过就试试看。好，那这个是他这次产出来的程式码，大致上看起来是 OK 的。好，那实际上算出来的时候也是 OK 的。不过就像我们说，你还是要验算啊。我说我这边做了几次验算，也来计算 O 跟 A 的距离 ，O 跟 B 的距离 ，O 跟 C 的距离，然后看看它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它就可以确定它是外形了，然后以及它的半径对不对？好，那这边是检查结果。所以如果它不算不对，我其实在这边就知道，我不用真的画图。不过我还是依照惯例还是画了一下图。好，那这次图它因为可能已经开始变复杂了，它就出现前面没有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aspect ratio 不太对。好，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外接圆放出来了，所以它的那个范围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它的 aspect ratio 不是1:1的，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碰到我们更麻烦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还要有一个 P 点在这个对面，也就是 A 跟 I 连线交这个大圆的，得到这个 P 点。这看起来有一点点复杂有点复杂，因为这个 I 不是这个大圆的圆心这个 I 是内切圆的圆心，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好，如果你对几何不是那么熟，也许可能一瞬间也想不到说要怎么做。好，那我们先解决一下1:1的那个 aspect ratio 问题。好，那我这边再额外加了几条线，因为反正我们 intersection 嘛，所以我顺便把这个 intersection 算出来。好，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终点跟它连线。好，这2个终点连线的一个夹角，最后要证明要用的东西一起用一下看看。好，那最后发现你强迫告诉他说一定要1:1的时候，它是有的时候会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是至少在这边它是会成功的。好，那我们就得到还不错了。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最麻烦的东西，就是 AI 的连线A 这个点跟 I 这个内心的点连线，延长之后呢，到这个大圆外接圆的这个焦点 P， 我们把它找出来。好，那这边的话，我最后依照前面的经验，我就知道我们要先请他写一个 Python 函数，我把它叫 sigPoint 没什么特别的本来这个 B 我们之后带 I 进去了，简单的说就是我有一个 AB 形成了一条直线，然后以 O 为圆心，通过 A 形成了一个圆。那我希望找到 AB 这条线跟 OA 形成的这个圆的交点除了 A 之外的另外一个焦点，这点我们叫做 P。那我特别说这个东西不可以是 A。好，那他就请他自己做了。他其实做的还不错就像我说，如果你对几何不是很熟悉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把它那个点把它找出来。那其实如果你对向量还算熟的话，其实大概可以猜到他怎么做那这边的做法其实也是一个还很正常的做法。好，那首先就是我去算AB 跟 OA 这2个向量，然后呢，我把 OA 投影到 AB 上面那其实这是什么嘞？
你可以看到这边，假设这边有个圆心哈，这边是一个连，其实我们要的是这条弦嘛。好，那要的是这条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圆心连到这条弦的中心点，它就会垂直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因为它是垂直的，所以等于就是 OA 投影到 AB 上面的投影。所以这其实我们要，他这边做的没有错，他解释的也很对。好，然后就知道这 projection 到这边其实完全没有错。那这个东西其实稍微你看看，你都要想一下才算得出来，可是他这边全部算对。他算错的地方是什么嘞？他其实算错了。P 是 A 加2倍的 projection， 你看它只差2倍，只差一点点而已。好，那这边就是他其实算错了，但是因为这边比较后面了，所以我就已经放弃了，直接看到它程式码去把它做修正，因为他犯错，但他犯错犯得很稳定，所以每次都犯这个错，所以我可以很稳定的去修正它。不过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它有一个检查，它检查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很直接的把我的那个这个就是说P 不是 A 这件事情写成了一个判断式其实还挺 OK 的。那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容易被你的语言去诱导的，所以我那时候如果诱导他说先想想那个什么那条弦的终点啊，然后那个也许他就知道那2倍这件事情了但至少目前他有模有样，但是错了。好，那我这边剩下来就是让他算出来，但是我把它做个修正。好，那这边其实我是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知道它的特性，把它再稍微切分一下，也许它会比较容易做对。好，那我这边执行它之后呢，我直接把它2倍算出来，就直接把它对面算出来。那这个其实是对的东西，就它虽然错了，但至少它错得很稳定其实是个优点。好，那我这边也顺便检查一下，因为再做一个多检查，也就是如果这个 P 真的在那个外接圆上面的话，那 P 跟 O 的距离应该会等于半径也就是 A 跟 O 的距离。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所以这边也都可以检查到错误所以你看到我这边有非常多检查，还不够多啦，但是已经有一些还蛮多，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心在上面，就是要检查错误，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这类的东西你在使用上面检查错误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我就把它画出来了。那我这边做了2个修正，第一个就是我把它的 token 数量产生的 token 数量从1024升到2048，因为其实我后面有希望它把它的 label 画出来，所以整个画那个 Matplotlib 的那个程式码就会变得很长了，长到已经超过1024它画不完。不过后面这个它有点做错，所以它反倒没有那么，但之前有一个做对，但被卡住，反而画不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它的程式码能够还原，就是如果它有点错的时候传回来之后，如果还有点错，我还至少可以拿这程式码修正一下下那所以就来画了，就它基本上是还 OK 了，一次就画对了。之前有发生过几次 aspect ratio 还是错的地方，那这边其实还是有错，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把它的 label这小字text 在它这个附近把它写出来。它有几次有做对了但这次它是没有做对的但总之除却那个要写什么 x， 比如说这边写 x， 这边写 y， 这边写什么 a b c 之外，这个图大致上符合我们的预期，把它做出来从头到尾感觉上是一个非常累的过程，可能比你自己手动去画图可能要什么 GeoGebra 去画，可能都更容易一点点甚至自己写程式去画都不会困难到哪边。不过呢，我觉得这一段比较像是我们在跟 JMA2 9B 这个模型熟悉的过程，有点算是探索一下它的边界，然后回来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抚它，让它做出比较好的结果。那实际上如果我已经更了解它的话，这个过程会更简单。我一开始就会把那个需要的函数就请它先设计出来，然后简单的检查这几个函数是没错的，然后呢再告诉他我已经有这几个函数了，请他把剩下的像什么外星那些就把它统统找出来。好，那这样可能会更顺利一点点，也更适合一点点甚至我把那些函数出来，我就不要叫他去推理了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要测试它的极限。不过那些工具其实就还蛮容易的，
因为我都已经告诉他怎么做了嘛，就是先找出垂直的。我要是有个函数可以帮我找出垂直的，然后我那个垂直找出来，我就直接把所有的步骤找出来，就不用请他去写了嘛。好，那就像我刚才算的 intersection 一样，哦，那样可能更容易。好，但是我们目的并不是，我并没有真的想要请他帮我解题啊。所以这边看起来会比较累一点点。好，但我相信他在某个程度上面还是可以帮助大家跳过一些你不想处理的写程式的细节。好，那我这边也很好奇，因为 JMA2 还有一个更大的模型，应该是我先忘记27B 还是26B，但是比较大的模型，也号称它有很好的表现。好，所以在之后如果还有点时间的话，我可能会试试看用那个模型，看看它。我相信它可以不用下切到这么细的程度，但是他们办法像 ChatGPT-4 那样子完全用 Chat 来解决呢，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啊，就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试试看它处理这个问题可以到什么程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